丈夫为了追求刺激，光天化日就要在小作坊里复工复产。就在两人深入交流的时候，却被一个男人打断了好事。萎靡不振的丈夫瞬间火大，想要给对方点颜色瞧瞧，哪知对方是个要钱不要命的狠角色，一把就将丈夫死死顶住的大门推开，上去对着丈夫就是一个大逼斗，然后对着他的肚子就是狠狠一下。趁丈夫毫无还手之力，小帅就打算操作车床，卸掉他一只胳膊用来还债。因为债主每次往外借钱的时候，都会给借款人买一份意外保险，因此一旦借款人出现意外，债主马上就能拿到高额的保险赔偿金。眼看丈夫危在旦夕，情急之下，妻子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她强行将丈夫救下，推出门外。趁丈夫还没反应过来，赶忙拉上卷帘门，脱的只剩下的内衣，准备色诱小帅肉偿抵债。妻子本以为只要是个男人，就无法拒绝这样的请求，殊不知小帅刚出生就被母亲抛弃，他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不守妇道的女人。他拿着眼罩狠狠地抽在女人身上，一番宣泄后，他便拉开卷帘门，一把将眼罩扔在丈夫面前。随后妻子衣衫不整，跌跌撞撞地跑出门。看到这一幕，丈夫哪里能忍？然而丈夫终用不过3秒，就再次被小帅按在了车床上。小帅丝毫不会心软，给丈夫嘴里塞了只手套，便立刻启动了开关。就这样，一条活生生的胳膊被绞了下来，再次顺利完成一单。小帅开心地买只鸡回家庆祝，谁知道半路不小心滑倒，刚买的鸡也趁机迅速溜走。他刚起身调整好，打算再次去抓，谁知又摔了个人仰马翻。等他狼狈起身，就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帮他抓住了鸡，而本该礼貌说声谢谢的小帅，却只是一脸冷漠地接过鸡，转身离去。小帅每天进门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用飞刀钉向墙上没有脸的画像，因为他没见过妈妈的样子，所以只能以此发泄自己的怨恨。他刚将鸡处理好炖上，就听到外面响起了敲门声，再次看到中年妇女王姐，他根本不想理会，直接关门，哪知对方用手死死卡住门锁。小帅本以为他吃痛后就会知难而退，没想到柔柔弱弱的王姐也是个狠人，无论小帅怎么拽门，他就是不肯松手。就连心狠手辣的小帅也不禁疑惑起来，王姐是要干什么？结果他二话不说闯进屋子就干起了家务，顿时让懵逼的小帅更加懵逼，任凭小帅说什么问什么，王姐充耳不闻，只自顾自的干活。忍无可忍的小帅直接将人强行赶了出去。谁知道等他再次出门倒垃圾的时候，就发现王姐根本没走。王姐拿出匕首一步步靠近小帅，自知因为要账得罪了很多人，小帅只以为王姐是来找自己报仇的，于是撩起衣服表示让他刺上一刀就算2清。谁知王姐并未动手，而是将刀还给了他。小帅十分不解，却也什么都没说。没有无缘无故的好，王姐越是这样，他越是不安。他坚信对方一定别有用心。心绪不宁的小帅朝窗外看去，果然发现王姐正在楼下盯着自己。等第二天他再次出门要账，就看到王姐在他门口守了一夜。小帅装作没看到，径直离开，可王姐却好像阴魂不散，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自己。对方不说，他也不会主动去问。可这次王姐却叫住了他。미안해널버려서 씨발 뭐라 그랬어 지금? 용서해줘. 이제 찾아와서. 좆가는 소리 하지 마. 为了让小帅幸福，王姐直接跪在了小帅面前。 나를 용서해줘. 무슨 개수작이야? 미친년 아니야? 강도. 이빨 내 이름 부르지 말라고. 강도야. 씨발년아 내 이름 부르지 마. 나 아무도 없어. 小帅不想多做纠缠，转身就离开了。哪知王姐依旧锲而不舍地跟了上去。小帅来到一家五金店，欠债人老刘老实地将挣到的钱全部交了出去，但小帅却表示这远远不够。看到对方的老母亲在里面，他一把就将老刘拽了出来，当着老母亲的面狠狠抽着男人。他的目的就是让老母亲拿出积蓄。意识到对方真的没有钱，他便将老刘带到一处烂尾楼，看着小帅在测量高度。老刘知道这是要将自己的腿摔断，从而拿到保险金。可这样的话，他就成了母亲的负担。他想直接从高处跳下去摔死，但死亡保险手续非常麻烦，小帅才不会那么蠢的如他所愿。不等老刘再说什么，他直接将人推了下去，随后对一直跟着他的王姐警告，让他赶紧滚远点，不要再跟着自己，不然就将他也从这里扔下去。可王姐毫不畏惧，一心就想弥补自己的过错。虽然小帅放出狠话要弄死王姐，但他却没有对王姐动手，这就意味着小帅正在逐渐相信自己。随后小帅下楼查看，发现老刘这种程度的伤根本没有达到保险公司赔付标准，于是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垫在老刘腿下，然后就是狠狠一脚，确定老刘腿已经断了。小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身后饱受折磨的老刘传来一声声咒骂，污言秽语简直不堪入耳。王姐忍无可忍，再次在老刘腿上补了一脚，并警告他不许咒骂自己儿子。完成自己工作，小帅就打算回家，看到依然紧跟不舍的王姐，他再次发出呵斥，试图将其赶走。哪知王姐丝毫不受影响，自顾自地询问他一会想吃什么。돼지? 장어?
오래? 내가 사갈게. 내가 알아서 해. 王姐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状态，让小帅十分无奈。没一会，王姐就敲响了房门，并送上一条鲜活的鳝鱼。这次小帅没有拒绝，但也没有接受。王姐看出了小帅的纠结，知道自己要换套路了。她直接松手，任由鳝鱼摔落在地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。这可把小帅整得一愣一愣的，看着鳝鱼身上留下的电话号码，小帅内心防线正在悄然崩塌。那条鳝鱼他既没有吃也没舍得扔，而是养在了鱼缸里。从那以后，他就会时不时地盯着鳝鱼深思。王姐的身影在他脑海中再也挥之不去了。随后他再次朝窗外望去，可令他失望的是，他再也没看到过王姐的身影。之后他变得整天焦躁不安，好像弄丢了什么很贵重的东西。为了缓解心中焦虑，他甚至还因此喝上了酒，但依旧无济于事。最终他趁着酒劲拨打了王姐的电话，并将她约到了家中。他已经被折磨得痛苦不已，愤怒地让王姐拿出证据，证明她就是自己母亲。 엄마라는 증거를 대라고. 내 몸에 큰 점이 하나 있어. 어디야? 진짜 엄마만 알 거 아니야. 可王姐却说那时候她年纪太小，生下她后十分惶恐，来不及仔细看就逃走了。不知小帅是否是真的信了。他从画像上抽出刀子，便径直走进了卫生间。很快，小帅带着一样东西来到了王姐的面前。 엄마라면 이걸 먹어. 王姐深深地看了小帅一眼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塞进了嘴里。此时她还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，直到看到小帅腿上流淌的鲜血，她才明白了一切。她强忍着不适咽了下去，然后一把抱住小帅，试探着询问他是否接受了自己。不成想却被小帅一把甩开。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小帅将王姐死死按住。此时他早已失去理智，好像一头发疯的野兽。他恨妈妈生下他却不能负责，让自己孤独痛苦地活在世上。他现在只想回到娘胎，就当自己没有被生出来。面对疯狂的小帅，王姐彻底被吓住，他不断地痛哭着，这才让小帅渐渐冷静下来。看着王姐躺在地上那副可怜的模样，他丝毫没有报复的快感，反而默默地回到床上，不再说一句话。这时王姐也意识到，既然自己没有被赶出去，那就说明小帅已经从内心接受了自己，而他想要的正是这样的效果。他就是要用最残忍的杀人诛心来报复小帅，因为自己残疾的儿子，仅仅是因为借了3000块钱周转店铺，结果由于没有仔细查看借款协议，导致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本金加上利息就翻了整整10倍。当他意识到了这笔贷款永远都还不完，自己的双腿本就残疾，如果再被小帅废掉一只胳膊，以后的艰难日子根本无法想象。为了不拖累妈妈，毅然决然地选择结束此生。从这以后，妈妈总是以泪洗面，最终决定给儿子复仇。